大频道一大集啊，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啊，网络上就有了这种传说，说宫崎骏所创作的影片里的龙猫其实是个死神，他真正的身份是一个来自阴间的使者。因为龙猫这个故事啊，就是以半个世纪前日本昭和年间一宗残忍的刑事案件为蓝本而创作。事件中啊，一名少女失踪并惨遭不幸，手段之残忍，案件之离奇，直到现在还存在很大争议。龙猫影片里很多细节对事件都有影射，这会是真的吗？那之前我有提过这个事儿啊，被人说我是这个营销号，所以啊，今天本营销号号主决定啊，重新把事件好好给你们梳理一下，就分两个部分进行吧。先走进案件单元，我们把时间拉回到1963年。昭和38年，日本崎玉县狭山市一个富裕农民家庭的四女儿，16岁的中田善之就读川越中学高中1年级。5月1日这天下起了雨，但也是她的生日。下午3点半放学后，她离开学校回家，从学校返家的路程不到1小时，家人也给她准备了丰盛的晚餐。可是直到6点半还没到家，家人也没有多想啊，就以为是下雨耽误了时间嘛，可能是在哪里避雨呢。晚点到家也是问题不大啊。6点50分，哥哥就开车出门沿路寻找，可是一直找到了学校也没有看见人，再次开车四处寻找未果，于7点半再次回到家里。那时候没有电话呢，家里开始有些着急。果然最担心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过了10分钟左右，家里有人发现在房子的门缝中插着一个白色信封，里面是一封勒索信，想要他活命，在5月2日午夜12点叫一名女性带20万日元现金在佐野屋门前等着，告诉警察就撕票。和勒索信在一起的还有中田善之的个人证件。经过再三考虑家人还是果断进行了报案。警察发现这封勒索信有几个特点，那首先信纸呢有很大的磨损痕迹，纸张也有褶皱字迹也不是很清晰，说明绑匪已经把信件呢放在口袋里很多天了，或许是早有预谋。然后碰头的时间和地点呢都有更改的痕迹，猜测是绑匪作案比预计延迟了，所以就在原文上做了改动。而且这封勒索信呢语法很多都不对错别字也很多，可能是绑匪的文化不高，或者是故意伪装的。警方成立了调查组，并制定了营救方案。到了约定的5月12点，中田善之的姐姐在警方的暗中监视和保护下，带了20万元假钞到了约定的佐野屋商店。在这附近的角落和农田里埋伏了40名警察。大约凌晨0点15分，伸手不见五指，绑匪也出现了。但是这个人警惕性特别强，就保持了大概30米的距离。这两人互相喊话，绑匪问来了吗？姐姐回答来了。同时警方也在田间缓缓地向绑匪聚拢，毕竟人多不知道是谁突然发出了声响，惊动了绑匪。绑匪大喊了一声你们竟然报警了，随后转身就钻进了农田。警方直接吹哨紧急抓捕，但还是让他借着夜色的保护逃走了，行动失败。那警方在他出现的位置采集到了脚印，并且采用了当时最有效的追踪技术——警犬5月3日，数百条警犬一起追踪气味来判断绑匪的去向，并大概锁定了一个范围，这里有一个养猪场。这个养猪场呢，工人大多都是部落民出身。这部落民呢，是从江户时期开始日本阶级分化而形成的种姓制度，并且当时的社会等级制度非常森严。这人的等级呢，由上至下分别是天皇、贵族、将军、大名、武士、平民、工匠、商人。那这么一看，好像也没有部落民没错他们的地位已经是低到了无法写进等级里面他们没有社会地位做最脏最累的工作被视为是贱民的族群，并且根据血统世代相袭，那不能受好教育，不能做体面的工作，所以作为下等人遭遇歧视也是司空见惯。那自然的，警方也把怀疑的重点放在了养猪场里的这群部落民，他们有自己的道理。就中田善之的家境非常好，但勒索信里面要的赎金是20万日元，这在当时差不多是日本公务员1年的薪酬。这相比于其他绑架的天价这并不多所以警方推断，之所以绑匪只要这些钱呢，是因为自身条件太差了，就20万对他来说已经是很多了，而且勒索信的语法和错字也很符合这个群体。于是就在这个养猪场里对工人逐个筛查。5月4日上午10点半，被绑架的中田善之确认已经遇害。
他在养猪场附近的茶树田和麦田的夹道中被发现，这面朝下被掩埋，面部被手帕包裹，手脚被捆，头上被压着一块大石头。那经过法医检验呢，判断死因是机械性窒息，曾遭遇过性侵，提取出了罪犯的体液样本，血型为 B。因为当时还没有 DNA 技术啊，血型就成了判断身份的重要依据啊。但当时的日本男性啊，有1/5都是 B 型血，所以想给嫌疑人定罪的话，除了血型，还需要其他的佐证。他们锁定了养猪场工人，叫奥富玄二，27岁 ，B 型血，笔迹和恐吓信相似，所以被警方重点审讯啊。但没过几天呢，他因为承受不了压力而自杀了。在中田葬礼的隔天就办了他的葬礼，警方后来又认定他是清白的，具体原因并没有公布。5月23日，24岁的部落男子石川一雄因盗窃被捕。他曾在养猪场工作了3个月，并离职不久。通过不断的审讯呢，警方又怀疑他就是凶手。他们认为石川的笔迹和恐吓信中的也相似。有个居民说石川在女孩失踪当天曾经向自己问路，问的就是死者家的位置。或许是去投恐吓信。石川家找到的胶鞋、马术和田间找到的脚印吻合，还在他家找到了死者的钢笔。中田善之的姐姐在交付赎金的时候和绑匪有个交流，警方让姐姐对石川的声音进行辨认姐姐认定石川的声音与绑匪相同。通过以上这些信息警方对石川一雄展开了重点照顾，足足高强度审讯了1个月。石川一雄最终认罪了。警方根据他的交代找到了死者被遗弃在某处的随身物品。法院最终是数罪并罚，判石川一雄死刑。石川一雄提出上诉并直接翻供，案件的疑点逐渐的被揭露出来。首先，石川辩解称自己是受到了警方的威逼，并在警方的诱导下承认了自己未曾犯过的罪行。当时自己是因为盗窃和打架等罪名被捕。在1个月的审讯过程中，警方一直很强势的让他认罪。最终他也是因为实在熬不住，崩溃之下认罪了。先说勒索信的笔迹从石川一雄的上述书中就可以看到，这2个笔迹是完全不同的。然后家中被找到的钢笔并不是自己放的，而且放在那么明显的位置，就好像故意让人发现一样，这完全就是有人栽赃那经过辩护方的核实，这支钢笔内残留的墨水呢，和死者家中的墨汁以及在学校里当天写的字颜色上都存在很大的差异。钢笔只是外形相同，但不可能是死者的。由此可以猜测，有一股力量在证物上做手脚，目的就是为了急于证明石川有罪。那石川还说那双胶鞋其实是他哥哥的，哥哥完全有不在场证明这可能就是警方拿着胶鞋到现场做的伪证。经过上诉之后呢，石川的辩护方要求重新调查案件，但是被拒绝。最终法院是撤销了他的死刑。1974年10月改判为无期徒刑。石川仍然没有放弃上诉，坚称自己无罪。那似乎一切真的并不是那么简单，因为这个事件中，除了中田善之和起初的一位嫌疑人死亡之外后续发生的事情又给这个事件蒙上了一层玄幻的色彩。那首先是说自己被石川问路的居民在提供了证词后不久挥刀自尽。1964年7月14日，案发1年后去交付赎金的二姐饮农药自尽，原因不明。1966年10月24日，事发3年后，石川一雄的哥哥因醉酒被火车撞死，而火车站的日志中只有他被撞这一段被毁掉了。1977年10月4日，事发14年后，死者的哥哥自缢身亡，留下遗书表示不想再被家庭社会束缚。同年12月21日，一直追踪报道霞山事件的记者出车祸身亡。这如此多的信息汇总在一起，就让人感觉这里好像不对劲了。于是石川的案件得到了部落民维权组织的注意，认为警方是为了尽早结案，那些所谓的铁证都是伪造的，他成了替罪羊。于是他们发动了一切资源去支援在狱中的石川，报纸上也把这件事的疑点全部都罗列出来，让这个案件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得到了更多人的支持。那石川一雄在服刑31年后，于1994年假释出狱。越来越多的律师和民众坚持石川无罪，尽管过去了好多年，但一直在积极调查，也结合了很多现代的技术探寻事件背后的真相。经常会有关于霞山事件的细节被挖掘，人们也对真凶的真实身份展开了很多猜想。
熟人作案，家庭内部作案也是重点被探讨的。但是这一切都是建立在石川无罪的基础上可是现在也只能是个猜测，因为很多重要的当事人离奇死亡，也让这个事情变得扑朔迷离，也让真相更加难以被触及。已经年过80的石川依然在证明自己的清白，是否是当年的办案流程不规范，才让石川如今有了底气，为了所谓的清白倒打一耙？还是在当时作为部落民的石川成为了权力阶层选中的牺牲者？那这一切也只能让时间去验证了。那以上就是霞山事件的案情部分联想到今天我的这个标题，就很多人会感到奇怪，那案件中就连一只猫都没有，这和大龙猫有什么关系呢？其实我自己也感到很奇怪那接下来就是以案件为蓝本的都市传说部分就要慢慢渗透到龙猫的剧情了。那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流传宫崎骏的这部作品呢？这里面是有很多设定和情节都是在影射霞山事件。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首先在这个论调中影片中的龙猫被设定为是冥界使者或者是死神，但凡是能够看见它的都是已经或者即将死亡的人。霞山事件呢发生在日本崎玉县霞山市，龙猫的故事发生在崎玉县的所泽市，而龙猫的原片名叫隔壁的龙猫。在地图上看，霞山市就在所泽市的隔壁了。影片中照顾小梅的奶奶背后的箱子就赫然写着霞山茶3个字有人说这简直就是明示了中田善之失踪的时间是下午，影片中小梅的失踪时间也是下午。那霞山事件发生在5月1日，那影片中2个女孩的名字，那姐姐高月的名字 Satsuki 在日文中是5月的意思，妹妹梅的名字在电影中使用的是片假名，对应英文中的5月。那霞山事件中的中田善之16岁，影片中姐姐12岁，妹妹4岁，相加为16岁。霞山事件死者的母亲是在医院病故，龙猫中孩子们的母亲病重，长期住院。小梅得知母亲病情恶化，结果跑丢失踪，姐姐去寻找龙猫帮助，但是当龙猫巴士出现的时候，她和姐姐飞奔而过，附近的村民却都看不见。那姐姐或许也已经不在人世，而且这个巴士上的站牌也挺吓人什么墓道总身怎么看都不像是阳间的地名，而且这2个词儿都跟殡葬有关。找到小梅以后，他们一起去往医院，可有人发现一路上2个女孩都没有影子，而且到了之后只把玉米放在窗台上，却不和父母相见。父母发现了玉米，却看不到2个女儿。母亲在病房看着窗外说，感觉现在姐妹2个好像还在树丛那边笑呢。女孩的父亲也说了一句搞不好真的是他们这2句话就不太正常不像是形容生者的话。正常的父母应该不会看着一个大树杈这么形容自己的孩子。在影片中还有很多细节被人重新解读，那结论的导向就是这2个女孩已经死亡，她们2人为一体，代表着霞山事件中的中田善之。这很多人打电话询问吉卜力工作室，龙猫到底是不是死神？吉卜力还特意在官方网站刊登了说明。创作开始就没有任何设定龙猫是死神或者女孩死亡。影片末尾的姐妹俩没有影子，是因为在那个场景被认为是没有必要的，所以就没画那些说法只是人们过度解读。如果真的让你们感觉到有影射的部分，那也实属巧合。而且宫崎骏本人对这种都市传说还是非常介意的，就把一部充满童真的影片和案件强行捆绑是错误的行为，对那些说法嗤之以鼻了，属于是。话是这么说，但要注意，吉卜力工作室发表回应的时间又给人留下了无限遐想。2007年5月1日，霞山事件案发的44周年纪念。那之后，吉卜力工作室或者是宫崎骏本人都没有再发表过任何回应了，因为宫崎骏早前就说过自己对龙猫世界观的设定，拥有孩子一样纯真的心灵，才能够看见它的存在。所以我们呢也是用一颗纯真的心灵去看待这一个影视作品好了。那好了，以上就是本期的所有内容，看到最后别忘了点赞、订阅、纳吉，我谢谢你了。